小夫真是杀人诛心，拐走了静香不说，还有一通电话直击大雄，让他听听法国轮船的引擎声。大雄猛然哭泣，因为这是个连环炮。昨天被听海浪声，前天被听海边烧烤声。大雄想沙滩海浪大游轮，可实力不允许啊。大雄有难多拉支援，拿出任意门，就要给大雄来个大惊喜。看着敌方的小游艇，大雄想用豪华游轮压倒对方，可蓝胖子竟拿出了钓鱼套装。是我大雄抡不动刀了，还是你蓝胖子胆肥了？竟把我大雄当傻子。但蓝胖子的道具必有玄机，大雄还是当起了垂钓翁。等到了愿者上钩，一出手就是一条大青鲷。蓝胖子再拿出海洋生物游艇，它能复制鱼的特性，从而制造出游艇的道具。现实中就有很多科技产品，就是运用了各类生物的特性。大雄已经开始期待大游轮了。只见道具伸出吸盘，下一秒就变成了青鲷游艇。接着放生青鲷，再把游艇扔水里。可这尺寸，别说蓝胖子了，就连大雄都塞不下。岂料两人一个信仰之跃，还真就摔进了游艇。大雄膀胱一扫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飙过车，开过飞机，现在就差开船了。按下启动键，游艇扇动着尾巴，大雄号正式起航。再拉动拉杆，游艇竟然沉了。原来是游艇变成了潜水艇，水下也是一片好风光。大雄还发现一头更肥的鱼。蓝胖子按下按钮，大雄瞄准发射，吸盘再次伸出，下一秒潜水艇就有了新皮肤。这时敌方战舰出现，大雄决定要炫耀一波。小夫四人正吃喝玩乐两不误，就看到水下冒出一个小孩子和一个秃头怪。看着静香要被拐走，小夫嘲笑大雄的游艇是个慢乌龟。大雄还找了道，要来场飙船赛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打响了，规则很简单，谁先绕塔一圈算谁赢。静香为夫君加油，让大雄觉得自己又行了。胖虎一声令下，双方齐齐奔出。看着对方遥遥领先，大雄才醒悟，免费的皮肤果然不给力。为了不输掉媳妇儿，大雄决定换个速度型皮肤。蓝胖子膀胱一扫，有了目标。小夫觉得自己能赢，是因为自己有超能力。可下一秒，比超能力更厉害的存在出现了。自从换上了其余的皮肤，小孩子都能成为老司机了。大雄手推换挡，轻松超船。小夫让老哥给点力，自己则使出了独门暗器，其了暗器成了回旋镖，差点让小夫痛不生育。大雄一个加速，瞬间遥遥领先，率先抵达到灯塔。小夫不想输，让老哥再给点力，岂料下一秒游艇自爆了，成了名副其实的拖拉机，众人只能返回岸边。这场比赛大雄完胜，静香果断再次选择大雄。这次小夫猛然哭泣了。大雄等人正在选鱼，小夫就搔首弄姿，也想蹭张免费的船票。这可男可女的样子，蓝胖子哪里扛得住？直接送了个道具，成功收获一个土豪朋友。但小夫的嘴角却露出一抹邪笑。大雄等人这次化身成飞鱼，接着又化身成水母，还在水底发现了沉船。本着沉船中必有宝藏的原则，众人踏上了寻宝之旅，却不知道危机已在靠近。鲨鱼的出现让小伙伴们都惊呆了，既然打不过，蓝胖子让大雄赶紧跑，眼看要成为盘中餐，大雄只能选择蹲草丛。小夫正面又瞄上了鲸鱼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大雄等人终于脱险，重新回到水面。至于小夫嘛，因为吸到了深海鱼，正在体验海底2万里呢。那么小伙伴们知道什么鱼速度最快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明知道自己是个玻璃心少年，却逼着老妈讲鬼故事。在某座深山中住着一位老奶奶，老奶奶久病不起。可在第7天时，奇迹出现了。因为第7天老奶奶填饱了肚子。至于这7天老奶奶为何滴食未进，因为老奶奶有一颗模特的心，想减肥。恐怖片火车城成了冷笑话，而大雄做这些是为了今晚的鬼故事大会。大雄要一举拿下头奖，蓝胖子只好拿出鬼故事神灯，只要有了它，就能鬼故事成真。夜晚的胖虎家，小伙伴们摩拳霍霍，要么不讲，要讲就讲能吓尿的。胖虎只说了个在很久以前，大雄就提了个奇葩要求，不如开灯讲。胖虎的故事继续讲着，小菊打碎了传家宝，被老爷一刀送走，接着被沉入了井底。而那晚，小菊又出现了，大雄惊了，这么不吓人的故事也就能吓大雄了。静香继续接力，一个暴雨的夜晚，农夫想借宿一晚，可在半梦半醒中却听到了奇怪的声响，而等待他的是大宝贝。大雄又惊了，怕成了小宝宝的人又只有大雄。小夫继续接力，农夫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位少女，好心上前询问，却因一个回眸被彻底惊艳到了，跑去求救，却再次遇到回眸。大雄吓到双手抱头，求小伙伴们放过。
胖虎都惊呆了。大雄这是气氛组啊！小夫让大雄快点讲，大雄想放弃，因为从自己口中说出的故事会变成真的。这话说的比鬼故事还精彩。蓝胖子送上鬼火，小伙伴们满心期待，可大雄还没开始，自己就怕了。胖虎气的就要重拳出击，岂料大雄重复了胖虎的故事，随即便传来碟子碎裂的声响。这氛围感，你就说谁能不怕？大雄想停下来，可小夫颤抖着让大雄继续，大雄只能顶风上了。岂料一阵妖风，整个房间都暗了下来。而就在此时，房间外传来了妖怪的声音，就连拳头说话的胖虎都怕了。而事实却是家中闯入了小偷，不仅打碎了盘子，还数起了赃款。大雄继续讲着，走廊就传来了脚步声。大雄再继续讲，妖怪就上门了。你就说谁能不怕？随着房门的打开，真相大白了。小偷逃跑的途中被警察抓住，毫无疑问，大雄赢得了鬼故事冠军。大雄一高兴就口嗨，还要讲个无脸怪。下一秒愿望成真。那么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吓人的鬼故事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世上最快乐的事，莫过于看录幕动漫。岂料老爸按下黑手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学去。可刚学了3秒钟，大雄就膀胱一扫，又发现了一片新天地。可女帝老妈拿着铁盆的架势，被迫让大雄回到了桌前，好好学习那是不可能的。蓝胖子苦口婆心的说教模式，成了大雄爆发的导火线。小孩子难道不配拥有自由吗？大雄多么渴望能成为一团空气，蓝胖子不想帮，可大雄求人的样子，蓝胖子哪里扛得住？只好拿出石头帽，戴上它虽然不能变成透明人，但至少可以让自己被无视。就好比路边的小石子，谁会在意它是不是六角形呢？岂料大雄脑瓜子太大，但帽子是均码，蓝胖子只能凭借体重硬生生压进了帽子。下一秒，蓝胖子直接转身走了。被空气抓住的那一刻，蓝胖子颤抖了。原来此时的大雄已成了石头，蓝胖子当然不会在意了。自由来的不要太突然。老爸正沉迷球技无法自拔，就被大雄下了黑手。老爸愣是以为电视年久失修，大雄潇洒地走出家门，就看到老妈在说客套话。听说隔壁老王的孩子相亲失败200次，老妈竟然笑了。大雄以天为被，地为床，现在就差个媳妇儿，可惜被无视，因为自己是块石头。跟着媳妇儿回到闺房，直接选择硬闯，可以零距离观察媳妇儿，这不是每个汉子的梦想吗？满满都是爱情的酸臭味儿。跟着媳妇儿下了楼，大雄就感觉浑身燥热。如此大饱眼福的好春光，大雄竟选择了逃跑。恰巧遇到长车夫的唇枪舌战，大雄就是棒球渣渣。如此奇耻大辱的大实话，大雄没有选择当忍者，而是选择出了手。球棒一出，就来了个对对碰。胖虎一记重拳就让小夫背了锅。大雄疯狂拉仇恨，胖虎就觉得怒气值有点控制不住，对着小夫又是一拳。到了棒球赛，大雄就选择站到了胖虎的对立面。对方一记投球，胖虎以为稳了，岂料大雄下了黑手，却意外打出了全垒打。胖虎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还会有躺赢的一天，厚着脸皮揽下了所有荣耀。大雄气得想拿下帽子，可帽子紧的就像紧箍咒。小夫一记击球误伤了大雄，接着又被击飞，最后还被当成了人肉坐垫。大雄遍体鳞伤，不想再当个石头了，却被狗子当成了电线杆。大雄是够够的了，火急火燎冲回家，又遭到了老妈的物理攻击。终于又见蓝胖子，可蓝胖子吨位实在太大，想到以后可能都是个透明人，大雄彻底慌了。可身上的水起了润滑的作用，大雄意外取下了帽子。正所谓小别胜新欢，就算女帝老妈的咆哮，老爸的说教，在大雄的耳中也成了悦耳的声音。人不可能一人走完人生，小伙伴们觉得呢？